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5，收盘价是256.4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8，最低价是在244.86。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292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略有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又发生了转折向上，并且上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短期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9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股价在出现回档后的反弹中。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没有新低的出现，然后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并且这个实体长绿部分，也就是实体长绿 K 线的实体部分是在左侧实体长红的范围之内。那这样一来，两根 K 线形成的叫做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那这样的 K 线组合通常是变盘的 K 线组合。那么日后股价是上行还是下行，取决于日后是否能够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也就是259。如果站上它，那这个 K 线组合将是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但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这根母线的最低，也就是242，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组合。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如果日后股价在短期内不能够站上母线的最高，或者跌破母线的最低呢，那有可能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我们给出了两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39，另外一个收盘价会在233。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50附近。实际在9月5日收盘价是在256.49，出现了反转向上。那虽然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的反转向上在走势上相同，这个走势上相同，我们说的是它没有出现新低，也就是最低没有跌破244。那虽然这个走势相同，但是呢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并且呢本质也是不同的。我们预测的反弹是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这样一个 K 线组合是变盘的 K 线组合，因此呢日后股价要寻求突破。那我们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说母子怀抱如果是在高档是容易变盘向下的，但是如果是在相对低档的位置，它是容易变盘向上的。那目前的这个母子怀抱 K 线组合呢，
它是在股价上行的走势中，所以呢，这样的母子怀抱它向上向下的变盘的可能性都会有，取决于是否能够站上母线的最高或跌破这根母线的最低。好，那么接下来由于股价现在是出现了反转向上，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认为依然是261，因为站上261会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继续出现头高，因为下方已经有底高了，那么股价在站上261之前，我们认为这根母线的最高259将会是一个压力，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好。第二个目标是273啊，它是一个强压力位，那站上它，股价会继续向上。实际上，股价在回档，然后站上前高之后，继续多头趋势以后，那股价上行的真正目标是299.29。那么站上299.29呢，我们会看到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长期多头趋势。这个地方有头高，下方有底高，在这个地方。好，那么在到达299.29之前呢，这条趋势线和缺口将会成为压力。好，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目前如果下行呢，我们认为第一个目标，我们会把这第一个目标提升到242。好，我们先把这条观察线移开，这是之前我们给的观察线，是关注前低，也就是如果股价在9月5日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所以呢，或者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变换完颜色之后，这是我们定义的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要跌破242的目的，就是要确认股价变盘向下，然后呢转为一个空头趋势，这是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继续出现底，所以这是股价跌破242的目的。那242如果被跌破，接下来的目标是228，是8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变换颜色，它成为了第二个目标。现在，那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好，当然我们会看到，在到达它之前，2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支撑。那么我们再来看228，如果被跌破呢，继续向下，第三个目标就是212。那跌破212，我们会看到将会恢复，或者说叫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因为目前我们看到股价只要不站上299.29，现在依然是头低。下方有底，对，所以股价日后如果下行，它的目标一定是212。对，我们说目标是212，并不代表它能跌破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清理一下下方的水平线，这是之前我们给的下行的目标。好，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所处的位置呢，它是要选择一个方向了，或者说是向上突破继续多头趋势，或者说是跌破第一个目标，然后呢开启下行。对，当然如果不突破，我们会看到股价也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在近几个交易日出现横盘。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说明。那对于9月6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
这个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这个长绿实体的上沿，是256.5这个位置。我们来说一下理由。那这个位置是实体长绿 K 线的实体部分的上沿，那同时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我们放大一下，上限，对。那关注它的位置就是股价如果在9月6日能够高开盘，在它的上方运行，那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会成为支撑。那股价呢会有可能收高，如果有多头力量的继续介入，对。但是如果股价出现低开盘，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压力。如果再有空头力量的介入呢，那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所以在盘中我们关注这个界限。好，这是我们对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多头仓位，我们是在8月29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也就是它突破了前面的这个横盘区域，对，这是一根突破的 K 线，或者宣示上涨的 K 线。那在它的收盘价257这个位置，我们是有5%的建仓，然后在之后的交易日，我们都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然后我们止损一直是守237附近，也就是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那我们看看到9月5日收盘价，9月5日是出现了反弹或者叫反转向上，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但是在这个位置的收盘价，也就是256这个位置呢，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更不可以进场。虽然它出现了反转向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成交量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但是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它是量缩，所以没有一个量增，那么我们认为是不可以建仓或者说是加仓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不给在技术上不会给出建仓或加仓的建议。好，那么这样一来，5%的仓位到了9月6日会继续持有，到9月6日我们要守的止损位是我们守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242，我们提升到这个位置，也就是目前我们认为，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呢，股价会下行。对，所以我们会把止损位提升到这个位置。那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多头才能加仓呢？我们认为只有股价重新站上261之后，我们才能考虑进场，或者在这个地方横盘，如果要有一个增量，也就是量增的一个体现呢，那么我们才可以考虑在加仓或者是进场。好，那这是多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我们认为在9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在目前的收盘价的位置一直到261，甚至是到达273之前，在这个区域都会有空头进场。那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那么他们呢，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273，甚至是上方的这个趋势线，那他们的目标是242或者是228。好，以上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
259，然后上方是261，前高，第三个压力位是273。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2，在这个位置一直到256。然后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46到248之间。然后第三个支撑位是这根红 K 的最低242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到240之间，这是第三个支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9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对，或者是再次出现一个回档，对，和反转向下。下行呢，我们今天会给出2个点位，我们分别来说一下。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56.5，最低下方会到达247，然后收盘会收在250附近，这是第一个点位。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8的，在这个位置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那么这样的一个回档，我们还会给出一个更低的收盘，那同样也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是在256.5，但是如果最低价如果到达了242，那么收盘价有可能会收在243。那么它的条件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6的。对，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回档。对，好。那么这2个点位的信息呢，我们会在视频下方的文字说明当中会把它写清楚。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反转向上的走势，会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在256。最高上方会到达268，然后收盘会收在263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也就是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生成一个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个小的绿 K。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